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2025年，诚意真的要火？压轴的英雄志究竟有何玄机？2025年，诚意要火，这可不是空穴来风。最近娱乐圈都在转，明年是诚意年，这哥们手上的剧，那可是一个接一个，简直让人眼花缭乱。傅山海准备杀青了，狐妖小红娘王权篇也吊足了大家的胃口，年底说不定还有长安24季来个惊喜空降，这架势妥妥的大爆发节奏啊！粉丝们都激动地搓搓小手，就等着过年呢。不过要说最让大家魂牵梦萦又有点提心吊胆的，还得是那部压轴大戏《英雄志》。这剧跟其他那些小甜剧、偶像剧不一样，它硬核，背景设定在明朝土木堡之变后，那可是个风雨飘摇的年代。故事的核心人物，一个开面摊的普通书生卢云，诚意演的，被卷进了一场巨大的阴谋漩涡里。想想看，这画面感有多强？本来好好的卖着煎饼果子，突然就摊上事儿了。为了救人，差点小命不保；为了伸冤，赶在电闪雷鸣的晚上，单枪匹马闯刑场。这可不是什么开挂的人生，这货完全是靠着一股子倔劲儿，硬抗到底。剧里完全没给主角开金手指，他就像个小蚂蚁，想撼动大象，那种无力感，看得人心里直发慌。这才是真正的现实啊，残酷又真实。这剧里除了诚意，还有郑业成、萧舜尧、王千源这些实力派，这阵容绝了。关海云远4个人各有各的特色，郑业成演的杨素官，那是深沉内敛型；萧舜尧演的秦仲海，豪迈不羁；王千源演的武定远，那更是霸气侧漏。而诚意扮演的卢云，就像一把二胡，能拉出欢快的曲调，也能奏出悲伤的旋律，看似清高，其实特别接地气。这4个人凑一块儿，简直就是神仙组合。但最吸引人的，还是卢云身上那股子不合时宜的劲儿。这哥们满脑子都是圣贤书，一心想匡扶正义，结果呢？在官场，人家觉得他傻；在江湖，人家觉得他迂腐。他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在那个黑暗的时代，显得格格不入，就像一束微弱的光，反而更衬托出周围的黑暗。这跟诚意本人是不是也挺像？娱乐圈这潭水多浑啊！诚意却一直保持着清醒，不炒作，不争名夺利，踏踏实实演戏，这在现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，真是难得。他那股子不合时宜，反而让他脱颖而出。所以说英雄志到底会火成啥样，现在还不好说，但就冲这阵容，这故事，这演员的敬业态度，就值得期待。说不定明年真的就是诚意年，卢云这个角色估计也会成为经典。不过这剧磨磨唧唧的，到底啥时候播啊？我都等不及要看看诚意版的不合时宜的英雄了。什么英雄志将在2025年上线？这盘棋的操控者浮出水面，诚意要霸屏了。讨场这步棋有点险。诚意的傅山海正播的火热，粉丝们却已经开始念叨卢云了。这位让粉丝魂牵梦萦的卢云，正是诚意在《英雄志》里扮演的角色。这部剧就杀青了，可2年过去，定档依然遥遥无期。最近有小道消息说，陶厂憋了个大招，打算在2025年一口气推出诚意主演的3部剧《狐妖小红娘》《长安24季》和这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《英雄志》，再加上之前的《莲花楼》，乖乖，这是要承包2025年的节奏啊！陶厂的如意算盘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诚意现在正当红，妥妥的流量担当，再加上这些自带粉丝的热门作品，简直就是强强联合，想不火都难。
到时候话题度、关注度那还不是蹭蹭的往上涨？陶厂这是想让观众变成追剧上瘾者，一打开电视就离不开他们家。集中放粮，观众会消化不良吗？这招看着厉害，风险也不小。你想啊，同一个演员1年4部剧，观众会不会看腻？就像吃火锅，顿顿毛肚黄喉，再好吃的东西也受不了啊。杨幂也玩过类似的操作，结果懂的都懂。更别说《英雄志》还是在莲花楼之前拍的。程毅现在的演技，观众是有目共睹的，但那会儿的演技能不能让大家满意，还真不好说。现在观众的胃口都被吊起来了，万一达不到预期，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还有个问题，程毅2025年有2部古装剧要播，题材还都差不多，这左右互搏的戏码，万一没玩好，可是会两败俱伤的。要是英雄志没啥新意，分分钟就变成炮灰了。陶厂的野心藏不住了，粉丝们倒是信心满满，觉得只要卢云来了，陶厂就赢定了。这话听着有点夸张，但也反映了程毅的号召力。说到底，陶厂这波操作，表面上是抢占市场，实际上是想用顶级演员加超级 IP 的组合拳，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。现在影视圈的玩法越来越高级了，不再是单纯的播剧，而是要把观众变成沉浸式追剧的玩家。陶厂能不能靠程毅全家桶赢麻了，最终还得看英雄志的质量。如果这部剧真的像传说中那么精彩，那陶厂的这部险棋，说不定真能走成一步妙棋。程毅能否扛住压力，陶厂能否如愿以偿，一切都要等到2025年才能揭晓。英雄志并不是一部轻飘飘的偶像剧，它深入历史的尘埃，将背景设定在了明朝土木堡之变后的动荡岁月。故事的核心是一个普通寒门书生卢云，他本有机会安稳的过日子，却被一张神秘的羊皮卷入了权力的漩涡，深陷于命运的纠葛之中。这场围绕英雄志的博弈，最终会走向何方？